战月嘻嘻的笑，那行，你忙你的，别喝那么多酒，防着点，我自己叫辆车回去。我不回老宅了，去我的小家里住几天，回去又会挨妈的白眼，好像咱们单身多丢人似的。七哥这还没有结婚呢，不过才带女朋友回来见家长，咱妈就急成那般。也不想想七哥都多大年纪了，马上就32岁，我离30还有1-2年时间呢。七哥也是，平时总是说一定要到35岁才结婚。我想着他35岁才结婚，还能帮我们挡上几年，我们可以再过几年潇洒的日子。结果一个暑假还没有过完呢，七哥就带女朋友回来见家长了，这速度是真快啊！原来死对头也能成为情人，真有他七哥的。七哥和蓝小姐认识好几年了，他们俩一旦确定了感情，说不定很快就会结婚。哎，如今轮到他当挡箭牌了，老九的挡箭牌。战燕笑道：八哥要不要带个男人回家，告诉爸妈你喜欢男的，保管家里长辈再也不会催你。呵，那样更惨，长辈们会努力想将我扭转过来，会天天安排我和年轻的女孩子相亲，甚至会安排女孩子爬上我的床。他还是太年轻了，想得太单纯。你忙吧，哥回家了。我还没有吃饭呢，饿了。战燕哦了一声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八哥还没有吃饭，八哥还在万盛花园吗？都买定了，还在那里待着做什么？连晚饭都没有吃。战月在心里嘀咕，他以为曾家会留他吃饭的吗？可人家压根不提留他吃饭。也怪不得人家的，毕竟他是第一次登门。对于曾家人来说，他还是个陌生人。哎，他和曾小雅从认识到现在都不足1个月，也就半个月左右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就是连表白都还不敢，怕会吓到曾小雅，导致自己追妻之路过于困难。慢慢来吧，温水煮青蛙。反正他瞄准了曾小雅，他就别想摆脱他。情敌吗？来一个，他灭一个，来一双，他灭一双，看看谁能抢得过他。兄弟俩结束通话后，战月走到街边，叫了辆计程车回自己的小别墅去。晚上10点，悠悠山庄，战印推门进房，抱着女儿坐在沙发上的海童见状起身迎过来。老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贝贝睡着了，怎么不放他在床上睡？蓝若若过来时，战印回来吃了顿饭，又忙活去了，此刻刚回家。他从爱妻怀里轻轻地抱过了睡着的女儿，小家伙睡得香甜，他眉眼放柔，忍不住低下头去，在女儿稚嫩的脸上亲了亲。刚睡着的，要我抱着他睡，今天玩疯了。战印抱着宝贝女儿进了卧室，将小家伙轻轻地放躺在床上，又盖上薄被，看了一下空调的温度，没有再调温度。从他哥哥们放暑假开始，他哪一天没有玩疯？8月了，等蓝小姐走了，孩子们也该上课，收心了，天天这样疯玩可不行，到时候开学了，好久都回不了魂。海童嗯了一声，等丈夫放下了女儿，她上前体贴地帮丈夫脱下了外套。累了吧？她边帮他把外套挂起来，边问。不累，就算真累了，只要回来看到你和孩子，我就觉得再累也是值得的。他转身伸手将爱妻拉近前，然后拥她入怀。老婆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，老公。海童甜甜地回应他。他低头，他热情地迎上她的唇瓣。夫妻俩热情亲吻了一回，战印才松开他。要不要喝杯水？不用，我不渴。战印拥着他在床上坐下来，让我好好的抱抱你。海童笑，抱了那么多年还没有抱厌呀？不厌，抱一辈子都不厌。下辈子咱们还能相遇的话，我希望咱们还能是夫妻，恩恩爱爱的，再过一辈子也要生2个孩子，儿女双全。海童好笑的道，人有没有下辈子都不知道呢，就说下辈子的事了。咱们过好这辈子，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。
战印又在他的唇上亲了亲，也是。咱们先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，下辈子的事下辈子再说。人是否有下辈子，谁知道？老公，我去帮你拿衣服，你先去洗个澡。我还想好好的抱着你，就这样子。战印拥着爱妻不放手，先去洗澡，听话。战印在他耳边低语2句，见他笑，轻推他一下，他就知道他是允了，当即美滋滋的起身。那我去洗澡，不用拿衣服了，待会儿还得脱，太麻烦。对了，宝宝睡着了吧？贝贝睡着就会一觉到天明，除非他们动作太大，否则都不会吵醒女儿。战印现在最防着的是儿子突然过来敲门，早就睡着了，个个都玩累了，沾床便睡。有时候都羡慕咱们的孩子，他们是最幸福的。战印又凑到他的腮边亲了亲，再用脸贴着他的脸，低柔地问：难道你不幸福吗？我是觉得我很幸福的，比我们的儿女都要幸福，因为我拥有的比我儿女都多。他们现在还小，长大后，爱情及婚姻是否美满还是未知数，所以我们比咱们的儿女更幸福。我有娇妻爱子，夫妻恩爱，儿女乖巧可爱又懂事。从丈夫回来后，海彤的笑就止不住。是，咱们最幸福，快去洗澡吧。战印这才去洗澡。等他从浴室里出来，夫妻俩恩爱了一番后，海彤枕着丈夫的手臂，夫妻俩话家常。老九说老八跑到万盛街买了套大平层，说那边还有点升值空间，老八这是想近水楼台先得。月八他有个情敌也住在附近，离曾家诊所不远，那是他的事，又不用我们操心，都快30岁的人了。战印并不关心弟弟怎么样，连老九都24、25岁了，个个都是成年人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想要什么自己去谋取呗。这种事他当哥哥的又帮不上忙，又不叫你操心，就是跟你说说。战印偏头就偷香，老婆，你精神还这么好，咱们再来一回。被他缠着，又燃烧了一回。海彤就不想和他话家常了，孟州宫去，一夜再无话。隔天一早，战月就带上他让人连夜帮他做出来的一面锦旗赶到医院，在曾小雅下班之前将那面锦旗送给曾小雅。曾小雅很开心，当医生的最开心的就是收到病人送来的感谢锦旗，2个人还合照了，这是战月求之不得的，那样他能光明正大的拥有曾小雅的相片。曾医生，你下班了，我请你吃早餐吧。战月顺势请曾小雅共进早餐。曾小雅笑道：战先生，谢谢你给我送的锦旗，怎么还能让你请我吃早餐呢？我请你吃，不过我平时早餐吃的简单，战先生不要嫌弃。他一般都是下班后就在医院门口的，那些小餐馆随便对付一顿，或者饿着肚子回家里吃。家里阿姨每天做的早餐都是那几样，他吃了那么多年也吃厌了，所以很多时候就在外面吃一点。我不挑食，什么都吃的。你就算是请我吃份肠粉，我也喜欢。大哥和大嫂刚闪婚那会，大嫂就经常给大哥打包肠粉当早餐。大哥私底下跟他们说，还是结了婚才吃到肠粉，以往他们还真的没有吃过。大嫂将大哥扯下了凡尘，开始是人间烟火了。他们兄弟几个后来也跑到外面去品尝过大哥嘴里说的肠粉。虽说他们出生富贵，从小锦衣玉食，还真的不挑食，就是一份肠粉，他们也能吃得津津有味的。曾小雅笑道：一份肉肠5块钱，加肉加蛋，就6块钱，怎么能请你吃这么便宜的早餐呢？怎么着也得请你吃一碗猪杂肉丸汤粉呀，10元一份。战月笑：我挺期待的。战先生，等我一会儿，我先去交接一下工作，就能下班了。好。曾小雅去和白班的医生交接工作，战月在护士站等着他下班。
十几分钟后，曾小雅已经脱下了工作服，拿着她的手袋走出来。战先生走了，我请你吃早餐去。战月笑着跟他走。两个人在电梯口遇到了那位爱慕曾小雅的同学。那同学看到曾小雅身边的战月，脸色微变。小雅，你下班了？同学问他。下班了，你刚来呀？两个人上班不一样了。曾小雅上夜班，她的同学上白班。小雅，我给你打包了一份早餐。同学用手举起来，他手上还真提着一份打包回来的早餐。曾小雅婉拒了他的好意。老同，战先生给我送了感谢的锦旗，我请战先生吃一次早餐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他同学很是遗憾地道，可惜我要上班，不能跟着你们去。曾小雅笑笑，没有接话。很快他说道，老同，我先下班了。电梯门已开，他带着战月进了电梯。那位同学转身看着两人进了电梯，再看看自己打包来的早餐，他叹口气，这都不知道是第几次被拒绝了。他和曾小雅是同学，就算不谈感情，他们是老同学的关系，他请老同学吃一次早餐也是正常的事。但曾小雅次次都婉拒了他的好意，不管是他要请他吃，还是打包回来给他吃，他都是拒绝。他心里明白曾小雅不喜欢他，他以为坚持下去，说不定有一天小雅就被他感动了，然后接受他。刚才看到站在小雅身边的战月，他意识到自己永远都别想追到曾小雅了。战月看曾小雅的眼神，他捕捉到一次就跟他看小雅的眼神一样的。战家的八少爷喜欢小雅，并且开始行动起来了，他哪里能争得过人家大少爷？男同学拿着那份打包回来的早餐走到护士站前，随手就将那份早餐送给了一位护士吃。以后他不再打包给曾小雅了，他放弃，不追了，争不过战家的八少爷，主要是小雅不爱他。战月知道刚刚看到的那名医生是他的另一个情敌，不过他不动声色，连问都没有问一句。他跟着曾小雅出了医院，去了曾小雅经常吃的那家早餐店。早餐店不大，不过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是夫妻档，很多人在那里吃早餐。老板夫妻俩忙得团团转的。看到曾小雅了，老板笑道，曾医生下班了，还没有位置呢，曾医生要不要打包回去吃？曾小雅看了一下店里，是坐满了人，就连店门口摆的2张桌子都有人。他扭头问战月，战先生，没有位置了，要不要打包？还是换一家？医院门口这条街道，一条街道都是做吃的，有专做早餐，有专做午晚餐的，也有做面包点心的，反正都是做吃的。来医院看病的人太多，病人及家属总要吃饭，所以这条街的餐饮生意很好。老板买单，有人吃饱喝足了，要结账走人。老板应了一声后，笑着对曾小雅说道，曾医生，有人走了，你们稍等片刻，等我们收拾好桌面，你们再坐。曾医生今天吃什么？老板娘已经去收拾那张桌子了。曾小雅带着战月走过去，嘴上回应着老板，我要2份肉肠，2杯豆浆。好哩。老板娘收拾好桌面，又用抹布反复抹了几次桌面，再换过凳子，才让曾小雅2人坐下。坐下后，曾小雅对战月说道，这条街道的早餐店我都吃了一遍，还是这一家的肠粉好吃。这家是石磨肠粉，相对来说软滑，这一家的卫生也是最干净。虽然他没有带战月去大酒店吃早餐，但也要找家卫生干净的。他平时习惯在这家早餐店吃早餐，一是味道真心不错，二就是这家早餐店的卫生干净。从老板娘刚才换掉凳子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，客人刚离开，不会马上让下一位客人坐，而是换了凳子给新的客人坐。原先客人坐过的凳子晾一晾了再使用，